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隆基 Sam。最近这个夏季型气候天气都不太稳定，都不太能出门骑车那好不容易呢，挑了一个日子还不错，天气还不错的这个星期五，那郭巴老师再次从新店出发啦。不过今天那大家看那个封面就知道，我今天是要来去试乘这个 Honda 最近推出的一台 Scrambler 的街车就是比较有侵略性的街车，可以小小越野的，也就是 Honda 的 CL Street。它在别的国家是叫做 CL500 啦可是在台湾的话 CL500 已经被宾士拿去注册用了，所以在台湾叫做 CL Street。 哇，好久没有试乘新的机车了好期待啊。好，那我们呢就是经过这个大汉桥，准备要跨过去到新庄，然后就一路走这个台一线好，那这边是这个辅仁大学，以前也常常过来台一线上，但是那一天呢，因为早上出门的时候到后来就是这个上下班时间就是7点多，我觉得这个台一线的路上实在车子太多了，所以忍不住就听这个 Google 的建议就走了这个寿山路，然后上了桃园的龟山，想说走山路应该会车比较少嘛，结果也没有大家看好像一路上都是车子这个上下班时间就是这样啦，不管是父母载小孩去学校啦，还是他们要直接去公司啦，上下班就这样。骑到这边要小心喂，这边不可以这样直接岔出来啦这台湾的交通常就有这个状况，开到一半呢要左转的车就停在前面不动了，后面的车怎么办呢？他就只好违规从那两个双白线这样跨出来，其实这个也不太好啦好，那今天呢要来去桃园本田试乘，为什么跑那么远呢？因为其实郭巴老师的车 CB300R 就是在桃园买的，所以呢快要满2年了，也顺便要回去就来去签这个第3年的保单了这个保单的问题呢，在我的另外一支影片有介绍，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哦。A few moments later. 这台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其实是没有啦，因为它真的等于你有骑过 Level 500吗？对啊，它其实基本上意思一样哦。哇，终于骑到了这台 CL Street。其实它的实车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到很有负担的程度。那大家看我脚这样弄来弄去是因为有人说它的那个致脚性比较差，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引擎旁边那个变速箱好像特别突出就会造成你那个脚放下来的时候，好像会被那个变速箱盖有点卡到。但我自己是不会这样觉得啦，反而是因为脚踏的关系就觉得好像放下来的时候都会碰到脚踏。好，那就开始来试乘咯。骑上这台车呢，跟2年前我试乘 Rebel 500的时候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一个字，顺孙就骑这台车的时候，你不太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你就可以很快的上手，然后换挡引擎的那个转速整个感觉都很顺。就是一个这个台本做出来的人家常说没有个性的车，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顺很好骑的车。那这台车呢平面的时候骑起来也不错，那上坡的时候也不会感觉到无力，毕竟它的排气量是471cc， 还是比我的 CB300R 还要多很多啦，所以呢爬坡我是觉得不会无力啦那这台车给我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的行程很能 Q 因为它是 Scrambler 的，是有一点点小越野了所以它的前叉的行程据说呢有15公分之长，然后后行程呢不会像 Rebel 500那么短因为它是美式车嘛，就会做的比较短。那现在它的行程呢是足以应付大部分台湾的这个不平的路面，很舒服。好，后来就在一个路边呢停下来帮这台车拍拍美照啦，哇，是不是蛮有感觉的呢？这台车子刚好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军绿色因为它竟然要有一点小越野的风格，那我觉得有一点点大地色、山林色是最漂亮的。
那这是这个车侧面的样子，那它有装这个后货架跟这个马鞍包，这个是原厂的，可以选配的哈。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车子上方的样子，还有它的前轮呢是19寸的大前轮哦，所以呢越过一些小坑洞啊，大概都没什么感觉哦，骑起来真的感觉蛮舒服的，又不会像真正的越野车那么能 Q， 那个上下的那个弹的程度呢会大到你可能上下车的时候会不太舒服。好，那这边就是它最有名的上绕排气管啦。这个上绕排气管我觉得真的是一大亮点。第一个，你不怕聊 K 的时候那个水灌进去哈。那第二个呢，是我觉得设计上，第一个它有点像机关枪，这个感觉还蛮帅的。第二个就是大家有看到那个接近排气管出口的地方一个小小的铁环，对不对？这个就是台湾的排气管的法规造成的哦。很多的进口车的排气管都必须要加装一个类似防烫盖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铁圈在那边。但是这一款Cielo Street 的排气管，这里已经做的最小了，也就是说，它这个排气管是非常符合它原本设计的样子，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好，这边是它右侧的车架跟引擎变速箱的样子，它是这个并列双缸水冷引擎。好，这个是它左侧的样子，那它的前叉呢是正叉哦，不是倒叉。好，大家有看到它的这个变速箱盖这边哈，变速箱好像真的比较大 can， 真的是跟旁边那个引擎这里有比较厚的一个差距。但是我觉得置脚性不是受它的影响，反而置脚性是因为那个前脚踏哦，它这个是所谓的越野脚踏哦，这个还要花钱才能改装的哦。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做的比较长，所以反而会让我这个脚放下来的时候是比较会卡到，但是整体来说还是还好啦。真正我觉得有一点点不方便的哦，反而是它的那个侧柱这个放下跟收起来的时候，因为那个脚踏的关系，就有一点点踩不太到它，所以它在侧柱上面呢还焊了一个小分支，让你方便可以去勾到它。这也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的关系了哈。好，那就在路边呢帮他拍了许多的美照，也让大家参考一下这台车呢，实体上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那讲到这边，其实已经有一点动心了嘛哈，因为啊，它非常符合我要载老婆出去玩的一个特性，包括行程很能 Q， 然后车辆虽然它的净重有194公斤，可是骑起来也是蛮轻巧的，然后马力也够，然后也不会到红牌那样子税金啊保养啊比较贵，它还在500cc 以下，所以呢各方面考量感觉都还不错。最重要的还可以加后货架、后箱哦，还可以装马鞍包。可是右侧这边呢，那就不行啦。右侧这边因为它是上绕排气管哦，所以右边不能再装马鞍包了。而且呢，有人会怕它的这个上绕排气管会烫到后座。那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塑胶的突出哦，所以后座脚踩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会先碰到那个塑胶，然后才碰到这个排气管。那应该是不到会烫伤的程度。而且这个排气管呢，我自己戴着手套摸的时候是觉得温温的没有戴手套摸可能会感觉上有点烫吧哦，但是除非你穿短裤来做啦，不然的话应该是不至于啦哦。那这是它的所谓的圆柱的后摇臂，这个 Honda 的标签呢是用贴的不过应该是不会掉了这个油箱贴呢，正中间那个是要加钱的，两侧的呢是原本就付给你的，方便你站立的时候可以夹油箱。那这边是车头的样子那车头上方有两个圆圆的，一开始我以为它是印度制的车子，那前面都要有可以锁车牌用的地方。后来我特别问了一下业务员，他说不是，那个是用来锁灯罩，因为这台车它原厂就有很多改装品，灯罩可以锁在那上面。那这台车是泰国制的。那这台车因为有强调轻度越野所以它的这个握把的部分有做一格一格的，方便你来抓握。那这是它的仪表板就跟 Rebel 500是一样的，一个很简约的圆形的仪表板。那上面能够显示的资讯就是时速，还有档位，还有油量然后好像就没有了它就是没有转速。那这个部分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没有转速不太方便，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 RV 骑的话，大概感觉到这个转速到了换挡那样就好了，
所以没有转速表这件事情呢，不在意的人其实就真的可以不用在意它了。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在影片开头看到的那个试乘的画面哦。我把 GoPro 架在这个车子的最后方，让大家看一下，你骑这台车在路上，从后面看起来是大概什么样的感觉。这台车的座高是只有79公分哦，比 CB300R 还要低1公分，所以算是蛮亲民的哦。所以你会骑野狼的话，大概就可以骑得上去了哈。好，大家看，虽然说呢，名称上是500cc 级距的重机，但是它骑在这种小巷子里面，也是一点负担都没有哦。那本田的车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顺，就是好骑哦。你要说它没有个性也可以，可是像我们这种 RV 骑的人，就是不想要有太有个性的车啊，不然我骑车出去还要驯服它，这个不是这个自找麻烦吗？我就是要一个顺好骑的车陪我上山下海去旅行，这样就够了啦哈。骑到这边呢，想要试试看站立骑姿哈，的确它这个侧边的这个油箱贴有发挥它的功用感觉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平常在公路上应该是不会这样站起来骑啦哈，除非这个屁股痛，或是说你可能去走到石子路那这样的话站立骑姿或许有必要。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官网上所介绍的一些资讯哦。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到它的最大马力是 43.1匹这个是比 CB300R 还要多出了13匹毕竟那个排气量也是多了将近200cc。然后呢，它有另外2个颜色是所谓的能量橘跟海洋蓝，那反正就是亮橘色跟亮蓝色了好，然后我们来看它下面一些数据，座高79公分，算是蛮亲民不是非常难跨过的。然后车重192公斤，算是蛮轻的，尤其骑起来的感觉非常轻巧。然后轮胎呢，宽度前11后15公分，然后呢轮框是前19后17这个就是这个比较会越野的车子就是前大后小，有这样子的设计。然后原厂就有很多的配件可以改装但是这个所费不赀大家就自己考量那最后我们来看到它的油耗那我一看到它说1公升跑31.4公里，我就想说那我 CB300R 好像还比它油耗更好。但是我在上网对照了一下，原来 300R 的这个油耗测试是23点多公里耶。哇，那这样子我骑这台 300R 都可以骑得那么省油的话，我骑 CL Street 是不是就变得更加的省油？这倒是蛮厉害的500cc 还比300cc 的更省油。哇，那目前看起来这台车非常符合我现在旅行的需求包括它的这个后货箱后货架、马鞍包，那个都是原厂就有的。然后它的这个换挡每一档的气都比 CB300R 还要再足蛮多的。它大概就是1档可以骑到20，大概2档就可以骑到40，3档可以骑到60这种感觉了所以它就比较不用那么频繁的换挡。那除非你就是这个0到100加速只有在几秒之内，那你可能要换得快一点。可是像我们这种 RV 骑法的话，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就不太需要像300R 这样一直换2档3档2档3档这种感觉当然这台车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啦包括刚才有提到的它的这个侧柱放下来跟收起来的时候那个点你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去找到那个位置。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照后镜，我觉得呢是比较偏小，那这个是跟 Revo 500是一样的了看久了可能就习惯了吧。那最后呢就是一些这个造型上的考量啦刚才说对它已经有一点动心了，是不是但是呢造型上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 CB300R CB 家族系列650R 啦 1000R 啦，它的那个整体的 Neo Sports Cafe 还是蛮帅气的或许呢有一天我口袋够深了可以增购或是说我就换成这一台，然后就不再耍帅了，就是整天载着老婆上山下海，那这台车就会非常符合我的需求了这台车的售价是30.8万还是有一点点价差的但是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还是负担得起的。好，那最后我们来听听看它骑在马路上的现场收音吧。
4层回来的，好，你提我按提着就好了。好，谢谢。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安妞。